先生您好，这是我们的极客全新车型007 GT， 要不我给您介绍一下？不用了，我就随便看看啊。这款车采用的是猎装造型，它的后排和后备箱空间都比007更大，坐姿也会更舒服哦。轴距都一样，能有什么区别？先生您怎么了？没事，有点低血糖，你继续。我们这车还配备自适应连续可调减震激光雷达双 Orin X 芯片。等等，你说的这是顶配吧？先生您真会开玩笑，我们是全系标配。先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口腔溃疡。这车卖多少钱？不算补贴的话，入门的后驱智驾版19.99万，4驱智驾版22.99万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哦，24款007车主，没事的，一会儿就好了。Just let it go. 许多人想看的极氪007 GT， 今天它来了！这还是辆全网罕见的后驱低配版，同时我们还试过了它的4驱空悬版，也试过了007的后驱跟4驱，所以说全网没有人比我们更懂007。相比于007 GT 的尺寸小了一圈，尤其是1.9米的宽度更加合理，达到部分立体车库的准入门槛。但车重可能有点超标。相比于007 GT 的设计获得了更多的好评，前脸更加动感立体，限时免费的车漆质感高级，即使不选灯幕也不会是眯眯眼的造型，刹车灯终于能够上下同时亮起，车尾的几条特征线传承了猎装的基因，但看来看去总觉得有点难评。实车看起来还是有点厚，甚至感觉比它更高更短的 1T5T 更厚。它的离地间隙和007是一样的，但是底下的这一圈没有喷成黑色，再加上它车尾的设计元素基本上都堆在上半截，就显得重心更高，不够优雅。想知道什么是优雅的猎装车，可以看看 Taycan 的猎装和法拉利的 GTC4， 那也太贵了。那可以看看我的 CC 猎装，不是你这改装过的，不公平。也可以考虑花1万多选装20英寸轮毂，2000选装撞色车身，或是花点钱把下面贴黑，这样是不是好多了？你们觉得呢？除了外形，007 GT 的车内也大变模样，在007的基础上加了更多料，装饰更加丰富，中控区域层次更加立体，实体按键也更多。和007不能说区别多大吧，只能说是脱胎换骨。车机芯片还是8295，但屏幕尺寸比007大了一点点，而且从 OLED 变成了 Mini LED， 同时取消了没什么用的向日葵功能。可选装22款和23款001类似的 EC 光感天幕，深色更深，遮光效果更好，但变色依然不快，浅色还是泛蓝。方向盘也用了24款和25款001的样式，相比于007多了一些运动感，但放在这车里感觉有点太大了，离我的腿很近，就和整体风格不是很搭，就好像一位很棒的歌手唱了一首很棒的歌，但最终的效果它不一定很棒。叫一声佛祖，对不起。氛围灯不再是冰晶，但晚上依然会与后视镜交相辉映。他肯定是故意保留了一些反光，这样你才知道买的是极氪，反正可以关嘛。浅色内饰在晴朗的正午难免会有些反光，这很正常。但浅色的仪表台上盖对视线有些影响，再加上这个抬头显示出风口、扬声器，就感觉前面眼花缭乱的。我个人会更推荐深色的内饰，黑红的那个就挺不错的。在轴距与007基本一致的情况下，007 GT 的后排体验有了明显的改善，椅背电动可调，膝部和头顶空间更大，腿部支撑更好，与小板凳彻底说拜拜。
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自家大哥001。倒反天罡了，属于是。007 GT 的装载空间也是一大亮点，53升的前备箱超越了极客的平均水准，645升的后备箱是合格的旅行车水准。盖板下暗藏乾坤，据说今后会出一个车载冰箱填坑。放到后排还可以拓展到1737升。从静态体验来说，007 GT 比起007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么开起来呢？当年我们给了007四驱版的底盘很高的评价，也非常的推荐购买。 So just do it!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! 但如果你说你想买007的后驱版，那我们的态度一般就是，其实极客也知道007后驱的底盘有点偏科了，所以说出了一个2500的底盘升级包，有朋友马上就要去安装了，我找机会去试一下。这次007 GT 全系标配自适应连续可调减震，四驱版标配空气弹簧，我们这辆后驱版也可以选装。为了了解四驱空悬版的表现，我们特地去极客店里试驾了好几次，发现了一点点不一样。两驱版的舒适模式滤震柔和，同时也保留了足够的支撑，柔而不散，高速巡航颇有高级感。运动模式变化明显，底盘更加紧绷，路感更加丰富，飞坡表现优秀，达到同级中上水平。但总体来说，没有007四驱版那么的运动，滤震效果也有点差距。这点差距主要在后排，舒适模式遇到路面起伏，后排也会感受到大起大落。运动模式对抛跳抑制更好，但细碎的跳动就变得比较明显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前后一致性不大好，但空悬版本就不大一样了，它明显会比这个非空悬版更硬，甚至比007的四驱版更硬。那带来的好处呢，就是操控感受更好，滤震更干脆、更贴地，但代价就是要牺牲掉一些舒适性。所以这车的底盘有点难评，大家看到这里估计也有点乱。那我们总结一下，如果以007四驱的底盘为标杆打9分，那007后驱就6分。007 GT 后驱非空悬的前排表现不错，8.5分，后排就7.5分。007 GT 的空悬版本可以给到9分，但调教风格和007四驱不大一样。那在我们的主观底盘坐标系中，它们大概在这个位置。底盘的区别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向的体验。007 GT 的转弯半径 5.65 米，方向盘 2.5 圈，和007区别不大，但整体力度更轻更自然，中间位置保留了一定的虚位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日常用没什么问题。但显然我属于呢小部分人，如果我方向盘打得比较猛，比如说躲路上的一个石头，或者说快速的抽头超车，就感觉它的车身动态跟我的输入有点脱节，略显拖沓。但如果换成四驱空悬版就会好很多，响应会更快更跟手。之前我们吐槽过的007的动力响应，在007 GT 身上改进不少。后驱单电机422马力，标称0百5.3秒，实测5.1秒，能量回收可以全关，纵享丝滑，就像苏七的零档，也像油车的空档。虽然我个人不大喜欢能量回收啊，但这个又有点太滑了，反而不大适应。我个人呢一般会放在低档。这辆后驱版标配19英寸的E0月轮胎，抓地力一般，但好在它的电控比较保守，只要方向盘有一定转角，就会限制动力输出。运动模式过弯，即使不小心把电门踩到底，也不会滑。对于刚接触大马力后驱车的新手来说呢，这样会更加的安全。但如果你自认为是老手，找个封闭场地把防滑全关，想要漂移也是挺容易的。别问我怎么知道。007 GT 的刹车相比007多出了一些虚位，初段没有那么灵敏，慢慢踩还算线性，急刹也挺有信心，但要平稳刹停，有点考验驾驶水平。想要平稳刹停，要么埋头苦练，要么打开舒适制动，要么上四驱空悬，用超能力解决问题。3种刹车模式区别非常明显，舒适模式会把整个刹车行程拉长，更不容易点头，风格类似奔驰 EQ 和大众 ID。而运动模式就显得有些神经兮兮。我去，这也太难控制了。其实调得这么灵敏不是不行，但你踏板的力度、响应速度还有底盘的硬度得跟它匹配上。但这车它其实没有那么的硬核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它能提供这么多种模式给你选，还是值得鼓励的。
总的来说，007 GT 的后驱跟四驱版之间的区别没有007那么的大。即使是这个后驱非空悬版，驾驶感受也有不错的水准，这个价位买它完全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你对驾驶有更高的要求，选择四驱版或者选装空悬，这个钱花的一定是物有所值的。从前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，不同的悬挂系统除了影响滤震，也会影响到刹车、转向各个方面，而且空悬还能改善通过性。唯一要担心的可能就是后期的维护成本。说到成本，自然不得不提电耗。RRTC 通勤工况，100公里电耗14度左右，续航打8折；高速16度左右，打7折，同级正常水平。它这个表显电耗还挺准的，而且很详细，动态、静态电耗都会算进去，包括哨兵模式。一晚上耗了我3.5度。这辆007 GT 搭载的75度磷酸铁锂金砖2代电池，支持 5.5C 倍率超充，配合800千瓦 V3 极充。等等，这个 V3 极充桩在哪来着？上海还没有。没有，你说个。我们转而寻求友商的帮助，在600千瓦的华为超充桩，充电功率一度突破了320千瓦，并一直持续到60%以上，从20%充到80%，仅需10分钟。不得不说啊，极客这快充确实有点东西。但同时呢，也离不开友商的大力支持。华为超充，超充界的万能充，哦耶！007 GT 升级了4窗双层隔音玻璃，轮胎还是更小更节能静音的E0悦。不出意外，隔音会比007四驱有个质的飞跃。不得不说，把座舱和行李舱打通以后，对隔音降噪确实提出了更高的挑战。总的来说，如果把001比作25到30万的纯电水桶车，那007 GT 就有20到25万水桶车的潜质。它的车身形态独树一帜，内饰质感跟空间实用性可圈可点，关键是驾驶感受也不差。这个预算区间的消费者啊，对于它的出现肯定是喜闻乐见。除了先生，您醒醒！现在老车主能享受15000的增换购补贴，您还能享受15000的置换补贴。您只需要多加一点点钱，就能置换007 GT 了。要不，珍珠点吗？放心，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我们是不会骗人的。那行，我回去找人估个价。好的，先生，那我们再连线。这位是？哦，他是那个001车主，22款的。哦。那没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被他们拉来的临时工主助。今天我来替大家提问。第一个问题，坐标广西，打算低配上20寸轮毂，100度电池有必要上吗？空悬是不是没必要？广西的气温应该不会特别冷吧？我觉得如果不是充电特别不方便的话，75度也够用了。磷酸铁锂虽然能量密度低、重量大，但是也比较稳定，何况还便宜2万块钱呢。那至于空悬，没有007选四驱加 CCC 那么有必要，但选了也确实会更好。那我的话可能会把大电池的钱省下来放在空悬上面，但是你还是得自己去试一试啊，试完觉得有区别了再考虑。007 GT 相比007的增配与减配在哪些方面？明面上的东西基本上都增配了，包括内饰、空间、配置，还标配了 CCD。那至于减配，没有证据的事情咱可不能乱说啊！硬要说的话，我觉得007 GT 这套螺旋弹簧加 CCD 的表现不如007四驱上的那一套，要加上空悬才能媲美，然后刹车脚感也要差一些。低配的胎噪到底大不大？从实测数据来说，007 GT 的隔音表现比较一般，毕竟这种2厢车在同等条件下肯定会比3厢轿车更吵。那至于轮胎在其中做了多少贡献，不大好说。我只能说我在试驾20英寸 PSEV 的四驱版的时候，并没有觉得比这辆更吵。方向盘调节范围大不大？大。魏版的001和007 GT 的中高配到底该怎么选呢？这辆车大概可以理解为宝马5系跟3系的区别。007 GT 四驱的操控更灵活更有乐趣，但001的隔音、用料、底盘的高级感还是明显要更好的。但是它俩的价格差别不大，所以说纠结也正常，还是看你具体需求。007 GT、阿维塔06、智解 L6、小米速7到底该怎么选呢？这个问题有点难评啊。如果看重空间实用性的话，那没得选，007 GT 独一档。往下排的话是智己 L6、苏7、阿维塔06。如果看重灵活性，智己 L6 全系标配后轮转向，转弯半径4.7米，独一档。苏7跟007差不多5.7米。那至于阿维塔06，我们没有查到数据，但我试下来感觉似乎有一点大。
如果看重智驾，阿尔维塔06独一档，智己 L6 坐边上，苏7跟007 GT 坐另一桌。如果看重驾驶，都拿顶配来比的话，我觉得 L6 跟苏7 Max 差不多，都非常全面。那阿尔维塔06跟007 GT 呢，会相对来说有一些短板，比如06的动力输出，007 GT 的刹车，然后它俩的转向手感也会差那么一丢丢。那如果拿低配来比驾驶的话，我觉得苏7会比007 GT 更均衡。那至于06跟 L6 的低配，我还没试过，就不做评价了。那如果看重续航，阿尔维塔06无敌。因为它有增程版。老001和 G 叉都试过，低速斜着过减速带有左右多余晃动，这车有没有这毛病啊？你说的这个现象呢，其实和底盘好不好没有太大关系，它是悬挂系统的一个固有特性。当你的路面震动输入接近悬挂的一阶主频的时候，它就会把这个震动成倍的放大到车身上面。那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啊，我家小区地库也有很多减速带，也在转弯的地方。当我车上坐的小孩开得比较慢，它就会很晃。那当我自己开车开得比较快的时候，它反而咚咚两下就过去了。所以你感受到的情况，可能就是你的驾驶习惯刚好和你悬挂的固有频率对应上。每一款车你都能找到一个过减速带特别晃的速度，车企在设计的时候呢，会有意的避开。但也没办法完全避开。007这种可调减震理论上可以实时调节，但实际效果并没有那么立竿见影，那可能得用上 ET9 和 EU7 的那种方案才能完全解决。通过性怎么样？纯电轿车的通过性普遍都很一般，底盘太厚了，看轮拱间距是个买菜车，看离地间隙是个改装车。007 GT 的非空悬版离地间隙和007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前保险杠会高一些。如果选装空悬的话呢，可以下降33毫米，停车和跑高速的时候会更低趴，同时可以抬升22毫米，那通过性就跟同级的燃油轿车差不多了。试驾的时候感觉刹车点头有点严重。你试的可能是非空悬版，底盘相对会软一些。另外，它的刹车过了虚位以后，中间那一段还是挺灵敏的。然后同时，它的刹车踏板又比较软，确实不大好控制。用舒适制动功能的话呢，就需要你改变驾驶习惯。快刹停的时候，不要去动刹车。一旦你抬了刹车，它认为你要自己接管，那它就不管了。想看看音响在同期是什么水平？极客现在有个功能叫做调音极客，我一开始以为只是调一下 EQ， 但打开以后发现超级复杂，每一个扬声器都可以单独调，那我是完全搞不明白，但好在我可以抄作业。喂，老谢啊。哎，我看你给那个极客调了一个那个定制的音效啊，那东西怎么调的？能不能教我一下？看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这么机密的东西，我几十年的心血可以这么简单的告诉你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了，这稍微透露一下，分享一下嘛，对吧？但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没有用你们公司几个女主持的文信来换，可能不太行哦。毕竟是我几十年的功力，对不对？好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我的话，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哎，为什么？怎么开头来着啊？这款车采用的是猎装造型，它的后备箱防护白攻击度比007。空悬版的表现，我们特意去迪克的迪克。
友，您咋了？